那今天呢，依旧还是会用到这一个170天均线，但是它不是我们的重点了。那么接下来阿哲就讲一下今天的其他的内容。我们继续看到指数的环境。刚才我们讲的是日线，就日线呢，它的走势其实整体对于我们所做的日内的同学，它就属于大级别。但如果你是做的真正的长线来讲那么日线它其实对于你来讲可能还不算是一个很大级别。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加好的看懂整个市场的脉络，有时候把你的眼界再往上去看，就是你说阿哲，我平时看的是30分钟，那最近的这一波下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熊市，是吧？我平时看的就是15分钟，我看的就是1分钟，那最近的这一波下跌对我来讲它就是一波熊市，是吧？所以牛熊呢，它有时候也因为你的操作周期不同而有所看法不同。你说阿哲，我现在就是在做什么？我把170天线打出来了，那我现在做的是1分钟，那这里170天线是一直往下走每次反弹都不能有效站上，不能有效站上。那在我们所看的，你看1分钟的同学，你做1分钟的同学，你做3分钟，做5分钟，那对于你来说，现在这个熊市就是已经走熊了，是吧？好，那对于日线的同学，那刚才我们说的是日线，那对于这个趋势来讲，那它还没有。那假如你是做长线的，你说阿哲我看的是周线，那请问目前的周线能看得到熊市的样子吗？就是目前的周线你能看到一个熊吗？你能看到熊的影子吗？就我们不要说样子了，这影子能看到吗？能的回复一个 yes 不能的回复一个 no 所以牛熊呢可能对于不同的同学不同的周期它有所不同。是吧？其实我们还是技术分析上呢，它有不同的一个观点，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些主观上的看法，就周期不一样，你分析的逻辑，你分析的一个结果可能就不一样。如果你看的是1分钟的，现在肯定是熊市，对于你来讲一定是熊市。但你看的如果是日线，那么处于牛熊的分界。那如果你看的是周线，那这都不算是熊市，它就是一个上涨的回调，是不是？你看170天基本上一直往上走，就除了之前这里有2波，是吧？这里是往下拐了这里是往下拐了，是吧？这里是往上，这里是往上往上我们说它就是一个牛市。那往上对于你看这些都不跌破，周线上回踩170天，那这才是真的大机会。我们现在讲的是日线回踩170天，那你看周线回踩170天，如果不跌破止跌的话，那这是什么机会？那这个机会就更大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当前呢，它连熊的一个影子都没看到连熊的一个影子都没看到目前是一个下跌走势，是下跌走势，但是这个下跌呢还算不上趋势的改变。你可以画一个画一个什么呢？画一个线，画一个通道线，大概我们可以简单画一下按照放大。等一下，港股还没有去看呢晚点我们再去或之后有机会再讲好久没有那个去看了。这画的不太好画呀，发现附图的通道线好像不太好画差不多这个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前面的这个阿哲换通达性吧，这个附图的通道线不太好画好，我们换成这个我们换平行射线应该差不多这里奇怪，好像都不太好画呢。奇怪，
大家稍等一下。都不太好画，算了，直接看附图吧。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目前的一个美股市场，就处于一个向上的通道当中。它当前呢就处于一个向上的通道，画的不是很标准啊。正常这个高点应该和这个高点相连。我们调一下，能调吗？差不多。就是这个通道目前的一个周线上其实还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通道运行当中，而最近的连续的下跌，它呢是刚刚来到了通道的下轨附近，所以呢，如果当前的周线上的趋势，就我们说的周线不是日线，但刚才日线的策略，刚才我们已经定了，现在呢我们说的是周线。那周线上的趋势如果保持，那目前其实在周线上也算是一个趋势强劲的行情通道的下轨通道的下轨。而最近的股价走势虽然看着跌得很厉害，但在日线上是吧？我们说日线上看着下跌很厉害，包括之前这些位置都跌得很厉害很恐慌。但看到周线上，你会发现这个下跌它在周线上的体现是什么呢？是3根阴线，是吧？是3根阴线。那像上一次我们说很恐慌的下跌呢，它也是3根阴线像这里呢是不是也是比较大的下跌它也是3根阴线。像这一波下跌呢比较时间长的，那你会发现也基本是以3根阴线作为节奏，是吧？3根阴线之后市场出现反弹，3根阴线之后市场出现反弹，一个强势的牛市行情。周线上出现连续3周的下跌是比较少见的不是说见不到但是呢是比较少见的。当股价处于熊市当中呢就比较多见了。但是如果你发现当市场走出了调整，低点抬高，当这种调整基本上很少见到3周连续的下跌，这里是不是跌了1周涨1周，跌1周涨1周，跌1周涨1周，它没有连续下跌，是吧？连续下跌它就反弹，连续下跌它就反弹，连续下跌它就会上涨然后像这种跌个3周是不是就结束了？跌个3周就结束了。为什么说现在处于牛熊的一个节点呢？日线上周线上其实也差不多，也是一个关键的点。就如果趋势还很强劲的话，跌个3周目前应该要有一根阳线出现了，或者说应该有一个周线的上涨出现了，能够明白吗？就如果周线上的趋势保持强劲，那么周线上要有一个阳线产生，能够明白吗？明白的可以回复一个 yes。 就如果周线上的趋势依旧保持趋势保持，价格的走势飞马同学你这个问题呢，如果是其他同学呢，阿哲会跟他说可以，但如果是你的话，阿哲就不太建议了因为最近呢，其实阿哲也看到你的评论，怎么说呢？其实感觉你对阿哲有很多的不满，所以呢，阿哲觉得你没有必要再听阿哲的直播和学阿哲的方法，因为任何的直播方法和这个教学对你来说，最后也可能是没有帮助的，因为按照你的说法来讲阿哲最近呢也经常看到你的评论，你和这个 Jacky 老师也互动过Jacky 老师呢也跟你讲了很多大道理，所以阿哲呢现在也不太去想讲那些内容，是吧？所以如果是其他同学问阿哲能不能本周买进，那么阿哲会跟他说，机会还是有的。那如果是你的话呢，阿哲觉得你自己考虑。好，所以我们在市场当中，你要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现在呢，来到这里，看到之前的这一轮上涨，其实呢和现在的这一个走势有点相似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都是对于170天线有一定乖离了。如果目前日线上确实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笔交易就是它没有去突破2号 K 线的高点，走出我们想要的那一个 2.5 的风暴比的看多，而是往下去走这个空方的一倍的空间，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在往170天均线回归的过程嘛。就日线呢，我们说是一个慢慢牛市衰退，但周线上呢，它就是一个往170天线回归的过程。就像这一轮行情，就我们不知道这一波调整
它究竟会不会是一波往170天周线上回归？如果是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这一波行情？所以当前的这一波走势就是像之前这样的，就是它呢是在脱离170天线，就乖离呢在变大。好，乖离变大，它肯定会回归，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是的，周线的170均线，是吧？所以它在脱离170天线之后呢，它会回归。脱离之后呢会回归，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何时会回归，所以它的迹象就是日线上我们所说的这个，它会不会跌破二号线啊？就2号的低点，如果会，那么就是首次开始这种迹象。什么迹象呢？就是170天的天线的回归。像之前这些位置，之前这个下跌，在日线上，就是我们说趋势是生长的嘛。特别是学过长论的同学应该知道，趋势它是生长的，就趋势是生长的。为什么日线上最近会暴跌？肯定呢是1分钟先走出下跌，是吧？1分钟先走出下跌，1分钟呢先跌破了170天均线，然后呢就是5分钟、15分钟啊，慢慢的30分钟啊，1个小时，然后扩展到日线。现在呢，我们就需要关注一下，它已经波及到日线了这波调整。那这波调整目前的日线就是2号 K 线的低点，如果2号 K 线的低点也被跌破，那么像之前是不是它日线上也有被小级别慢慢的扩上，然后到日线上，但之前是没有跌破的，是吧？之前呢下跌时170天线日线上它是没有出现有效破位的，所以它的现象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它跌3周就没了啊，或者说跌3周反弹，但整体呢是没有跌破的日线上啊，所以它一路的往上走，它哪怕现在乖离了，它也没有去出现回落。那什么时候出现呢？你看一下前面这里，其实也是一波强势牛市的表现，是吧？整体是一直在往170天线上去迁移的。好，但你会看到这种调整，其实也是被波及到了嘛，就是肯定是小级别下跌，然后慢慢的去生长，然后到了日线级别，你看已经产生了3周下跌，那日线上肯定是不好看的，这三周肯定是一路下跌的嘛。好，那像这3周是不是也是一路下跌的？像这三周是不是都是一路的被波及？这里呢是有大概4周的下跌啊，开始呢变得有4周下跌了，是不是你会发现？它是慢慢的有波及到周线，但是日线上被波及得比较明显，但到了周线其实它是一个回调，所以说明跌到日线3周的时候呢，它日线止跌了，所以周线才不会被波及到。如果当时的日线没有止跌，那么周线是不是也会被成为一个生长的方向？也就是说周线呢也将走出下跌，所以日线你要去关注一下有没有因为小级别的下跌而被完全的破坏，如果日线被破坏，那周线呢只是一个迟早的事情。好，那么我们知道周线出现3周调整，大概率会有止跌啊。当你发现3周调整不止跌的时候呢，就相对来讲，当然它也不是不止跌，它其实这里它应该是没下跌，这一天没下跌哦，这里不是连续3周下跌，这是上涨。当时这一周是涨了 0.02 啊，是有所上涨，只是开盘低开而已。所以整体来讲，你会发现这波上涨是不是3周3个下跌，3周的下跌，包括这里3周下跌，这里没有3周下跌，然后走到这里是不是也没3周下跌？日线上呢还是会有反看的，就整体呢走了一个震荡啊，到这里开始1、2、3、4。是不是4周开始有了4周下跌，然后从这里开始连续周线上下跌就变成了常态了啊，包括这里啊1、2、3、4、5、6周下跌，是不是很明显不是一个熊市该有的一个动作？所以像从这里开始啊4周下跌，日线上肯定就趋势被破坏的完全没有了嘛。大家还记得这里是哪里吗？你看一下日线，是不是这里？是不是这个位置？就日线这个位置开始下跌，它这里是2021年11月22号，
2021年11月22号，是吧？就在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发生了什么？周线上呢，它后面才被波及到，但日线上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开始的下跌，是吧？开始的下跌，刚开始呢没什么，但到了这里，我们说，跌破第一天，跌破第二天，那么这里开始是不是出现了下跌破位？然后周线上是不是开始有反应了？就开始出现了连续的一个周的调整，超过了4周的调整啊，然后开始我们说这个市场就走的不太好了，因为周线上的回归嘛，因为周线上是在回归这个170线，所以日线呢，我们来看它是判断170天线会不会被破位有效，开始出现日线的熊，但周线上呢，就是一旦日线开始走得弱了，它呢如果在高位，就是会往这个170天线迁移的过程嘛，就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说日线上的熊市啊，一个比较大的熊市。好，那么现在会不会产生这种现象？你看一下整体的这个趋势还是上行的，就整体还是处于这个节奏，就是跌个3周会反弹，跌个3周会反弹，跌个3周会上涨，是吧？跌个3周会上涨，跌个3周会上涨，就比较少会跌超3周。从前面低点开始，目前是没有出现过下跌3周的，超过3周的情况超过3周的下跌是不少，或者说没有，就前面低点开始是没有出现超过3周下跌没有反弹的一次都没有。所以现在是跌了1周、2周、3周，所以本周只要是目前还处于一个我们说还没有回归均值的状态，就日线呢还没有波及到周线的状态，那么这里呢应该是一根阳线，这个位置第4根 K 线应该是个阳周线，应该是根阳周线。这里虽然出现了连续的4周的调整，但最后1周它其实是一个低开周整周的上涨，是吧？整周的上涨，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上涨的 K 线。我允许呢它可能低开高走，它可能会是下跌，但是它应该是一根阳线它应该是一根上涨，要么是上涨 K 线，要么是阳线这是周线上我们看的是它在一个通道的下轨，而且连跌了3周连跌了3周然后日线上呢，在一个关键的破位 K 线附近日线上在这里所以这是一个日线到周线的分析，所以很多时候看的角度不一样，你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从小级别，你说我看1分钟5分钟、15分钟，那肯定呢目前就是一个熊市。如果你看日线呢，当前就在牛熊的一个转换的节点上。如果你看周线呢，就是它会不会是一个往均值回归的高点？如果不是，那目前在周线、日线都是低点。能听得明白吗？清楚的、明白的，知道阿哲的表达的意思的，回复3个9。所以现在的美股走到这里，你说什么？我们看经济数据它再怎么衰退，再怎么样，但其实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包括很多经济的分析师，还是阿哲开场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就是如果一个金融危机、一个经济的衰退、一个股市的崩盘能够被提前预知，能够被那些经济分析学家、专家所知道的话，那之前每一次崩盘大家都逃过了。因为现在的信息发达，他们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他们的一些报告，谁没看得到呢？谁不知道呢？是吧？所以如果真的那么容易就逃走，真的他们的言论是吧？他们真的能够帮很多人逃顶、逃过金融危机的话，那之前每次金融危机那些破产的，或者说在股市里面亏钱的，那怎么样？他们是没有看到他们的发表的一些报告吗？所以你就跟踪一下趋势，你要知道牛熊的转换首先第一个是看的角度周期不一样你肯定呢是分析之后的结果不一样，是吧？我们刚才一直说的小级别现在就是熊市，但是你要知道小级别会不会波及到大级别？是的，逃过的终究是少数，是吧？大部分人在那种市场当中，如果你说我真的很看不好，或者我真的不看好后面的市场，那你做空嘛，是吧？你满仓做空，你加杠杆做空，那你不是暴富的机会嘛？那些经济学家，那每次金融危机那不都是赚大钱了？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最近的感谢 Made 这个贴纸。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一个面的东西，就是我们刚才和昨天其实一直讲的是一个面，就是一个大的方向。所谓大的方向，就是我们主要是以此作为分析。当然呢，阿哲也给到了一个操作的一个点位，日线上的操作关键就是这根 K 线的上还是下它呢会波及到周线，就一定程度上波及到周线。如果严重的话呢，比如说它跌了1倍空间，如果真的往下走，我们说做空1倍空间，那如果1倍空间还止不住，那周线上肯定是要走回归170天线均值了，就大概率的会影响到周线往170天线去回归。好，这是一个从面上得到的一个策略，但是它呢不是一个买点，就或者说它的买点呢只是一次买点所以为什么本周我们说要学一下一些交易点位了？因为不管是做多做空，你都需要知道一些准确的点位。所以本周我们的主题呢就是精确交易量化模型精确交易。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就是阿哲曾经教学过的叫防守阴线，在昨天的作业当中也看到了防守阴线。不知道有多少同学是学过防守阴线的？如果你学过防守阴线，那么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你可以回复一个1，就学过的，没有学过的回复个2。防守阴线呢是阿哲在大师俱乐部当中所分享过的9种阴线战法的其中一个大家注意了。昨天说了防守阴线，昨天没有讲防守阴线现在才开始讲的。而且有一个问题飞马同学，防守阴线的买点有出现吗？就是现在防守阴线买点有出现吗？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同学是回复了2，真的吗？我怎么看到很多好像是老同学呢？是忘了吧？阿哲应该有2个月没有讲防守阴线，因为市场出现的比较少或者说最近呢是负阴线出现的比较多，所以防守阴呢就比较少讲了。但是不能说你之前学了现在忘了，回复个2防守阴线呢和负阴线它其实属于同样的一个表现，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空方的信号，就是不管是防守阴线还是负阴线，它都属于空方的信号。如果你学过基本的蜡烛图的这个技术，就是日本蜡烛图的技术或者它的图谱，你应该会见过这样的一个形态，就防守阴和负阴线，它们有另外的名字只是阿哲呢可能给它稍微的换了一个阿哲觉得好记的名字但其实它们其实都属于蜡烛图形态当中的2种。像这一个形态其实叫做倾盆大雨，还有同学知道吗？其实这个就是一根阳线上涨，或者说有一天上涨，然后第二天下跌，有一天或者第二天下跌，第二天的下跌，这个下跌它是低开低走的，就是昨天涨了，然后第二天跌了，并且是低开低走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倾盆大雨，就在蜡烛图技术当中叫倾盆大雨，是吧？它也是看空的那负阴线呢叫乌云盖顶，负阴线的图谱就是有一根上涨 K 线，然后第二天是有冲高回落的，是吧？这个叫乌云盖顶。就如果你呢感兴趣，也可以去搜一下，就他们是2种在传统蜡烛图技术当中是看空的形态但阿哲呢是算是反其道而行他给到一些逆反的买点。像负阴线，我们相对来说给大家看到作业了。好，我们比如说这个负线是吧？好，负线呢就是倾盆，就是那个乌云盖顶就股价呢涨着涨着出现了一根 K 线这根 K 线呢是什么有比昨天更高的高点就它今天走了一根上涨 K 线第二天呢走了一个有更高高点的价格，
而后回落，它这个就叫做乌云盖顶啊，把昨天的价格高点吃掉了，但整体呢还是下跌的，叫乌云盖顶啊。这个呢是看空的信号啊。那么阿哲呢也叫负线啊，它有另外的名称叫负线，因为它把昨天给覆盖了嘛啊，冲高回落，整个都覆盖了，把它昨天的高点给盖掉了，甚至呢有时候把它低点也盖掉了。那负线的产生，它是用空方的信号。那么这种空方的信号，你会发现是不是这里负线出现之后出现下跌，这里出现也下跌啊？像中间的出现是不是也是下跌的？当然有一些不跌的，我们等等再讲啊。顺便把负线复习一下，你看这里是不是负线？我们说这个传统的技术呢，它虽然经典，但不代表它过期了，还是有用的啊。负线产生的位置呢，就经常会出现这种空方比较强势的表现。像这个是负线吧啊，包括这一次前面这个黑天鹅出现的时候，这里是不是也是负线？就是我们会发现的是，传统的技术呢，它虽然不是说很大概率啊还有效啊，因为你会发现很多负线它不跌，但是它在某些高位产生时，你还是要去注意一下的。那包括刚才我们所讲的，股价呢出现了防守阴。那什么叫防守阴呢？啊，防守阴呢就是价格昨天也是在上涨，然后今天呢出现了低开，注意了，防守阴是低开，防守阴呢没有更高的高点，防守阴是直接低开低走，把昨天的最低价给跌破了。防守阴呢也是一个空方的强烈的信号啊，防守阴呢它就是没有给你更高的高点，它没有，我们负线的更高高点是我们之前说过是有诱多的嫌疑啊，上涨当中再给你一个买点，上涨当中再给你追高，是吧？当天呢是周五，再给你一个高点，买进之后呢，当天有所下跌啊，但它还跌得不是很厉害啊，你以为呢这一天后面还要涨，但是直接呢周一暴跌啊，所以这个负线它有一定的诱多的嫌疑，就给你呢一个盘中更好的买点啊，盘中还是高开高走有可能，是吧？就比较多的风险。像这些负线其实都一样的，包括这一天也是的啊，盘中高开高走，但是最后呢整体是大跌的啊，有时候可能当天下跌，有可能是隔一天下跌啊，所以负线呢有诱多的嫌疑，给多你一个买点。那么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防守阴，防守阴呢它就是没有一个直接给你诱多的买点，它是直接下跌，就涨着涨着你还很开心的昨天买进的，第二天直接低开低走，直接把昨天的最低价吃掉，它是一个很明牌的动作，它跟防守，它跟负阴线还有盘中诱多不太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叫倾盆大雨，一个叫乌云盖顶，这是呢在传统的蜡烛图技术当中所有的一个看空的信号。但反过来呢，我们说它很经典，但没有说完全的失效，但是它也不是说还那么有效，因为你会发现的是，像负线这里是高点没错，但是像前面这里怎么解释？前面这里后面不还是上涨了吗？如果在这里开始看空市场，是不是就损失了？如果在这里不看空市场，但是我也不做多，那么是不是后面就相对来讲错过了一些行情啊？像你也不是少数了，像这些位置负线后还上涨的情况其实不是少数，所以像负线和防守阴线都有可能产生一种现象，就表面上看呢空方很强，但其实它只是吓你的。我们再看到防守阴，防守阴目前在图表当中是笑脸啊，就是一个笑脸啊。好，那么你会看到防守阴是空方信号吧？没有错啊，这个防守阴是吧？我们说这个倾盆大雨是吧？哎，这里也是啊，下跌的没问题，包括这一个它也是下跌的没问题，是吧？像这个还有吗？啊，好像就比较少了啊。这个防守阴是不是也是下跌的啊？这里呢也是下跌的，所以防守阴呢它确实有下跌的情况，但你会发现阿哲找的还是比较辛苦的啊，大部分还是上涨的啊，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不管是倾盆大雨，还是这一个乌云盖顶，它都是一个明面上空方的信号，但不一定它就完全的是会看跌。所以我们两个都来讲一讲，先看负线，负线怎么看涨跌？夜盘
我们平时的日线分析都是看收盘啊，所以呢，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交易也是一样的，就是夜盘和这个早盘啊，我们先不看，我们关注的这个交易点是这一根 K 线，它究竟收盘会不会涨上去，以及收盘会不会跌破，会不会跌破啊？这个是关键。比如说，如果你说阿哲我不看收盘，我看这个早盘夜盘啊去交易，那或者说我看盘中交易，那当时这一天不就是一根大阴线下跌嘛？那不就砸破了2号 K 线了吗？那你在这一天去开空仓，不就是当天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亏损嘛？所以还是以收盘为主啊，以收盘为主，收能不能收上去或收下来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副线，副线怎么看？之前我们说过了，一旦遇到副线要干嘛？刚才我们说副线不一定会下跌，好，那一旦遇到副线要干嘛？啊，是买股票，还是拿股票，还是卖股票？大家想想，就一旦遇到副线，是买拿还是卖？我们刚才说副线呢，它可能它不一定会下跌啊，副线呢，它虽然是空方的信号，但是它不一定会下跌，是吧？我们是这么说的，包括防守鹰也是这么说的。但问题是啊，副线产生时，它确实呢，很多时候是在高点啊，很多时候高点产生副线，它确实是风险。所以这里呢，一般遇到副线，比较提倡的还是卖出，还是得卖出，是吧？就我不管它后面涨是跌，就如果我有利润，就最好的情况下，就我已经有利润了，那副线最好还是卖出为主。你不能说空方信号一出来我还买进吧，肯定不是的。所以一旦遇到副线，一旦遇到防守阴线，这种在传统的蜡烛图上，它是一个看空信号的，还是以卖出为主。为什么呢？哪怕它是砸盘你也卖出，哪怕它骗你也卖出，因为呢，整体来讲 K 线走势不好看的情况下，对于某一些交易员是的，交易员他也看 K 线，很多交易员他也看 K 线操作像最近像海外比较火的 ICT， 那不就是专门看这个 K 线的嘛，订单流是吧？所以 K 线呢，它会引发很多人抛售以及买进一个强阳线买进的人会变多情绪呢会高涨，一个大阴线下来卖出的人会变多，看空的人会变多，它这个买进的情绪会变得低落，所以阴线本身表面不好，那么它就不能够作为买进的信号，能够明白吗？所以像股价的这波下跌，之前我们一直有讲到的，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能够让市场提振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什么？就很明确的多方走强的信号我们不看红绿灯，什么都不看，什么技术面都不看，我们就等一根 K 线这还记得当时在这一根阴线的时候讲的第一场直播，当时我们讲过最为保守的情况就是你说我想要最安稳的等一根 K 线，还记得是什么 K 线吗？知道的写到公屏上，不知道回复0。当时这一天是2月21号，2月21号看一下2月21号的话，应该是这一个直播，应该是这一场直播。当时阿哲呢很明确的是有讲到，如果你说我真的想要等一个最为安全的抄底点我真的想要一个很明确的交易点，那是要等一根什么 K 线呢？就最为安全的，多方就是走强的信号就是呢把空方扭转的信号，是不是一根收盘价？收盘价就今天的收盘价是不是大于昨天的什么最高价，是吧？你说我等这根 K 线出现，那很安稳，就它呢是在一个大幅下跌行情当中很难出现的一根 K 线，或者说在一个弱势行情很难出现一根 K 线，不是说出现之后一定会涨，但是它出现的话呢，多方情绪会变好，而且以它作为去看涨的点，它是一个很安全的右侧点，它会比 IR 模型更右一点。 IR 模型是偏左侧IR 模型低开高走就可以买IR 模型呢偏左侧，像这种 K 线呢就是很右侧的，就是它出现，很多散户很多交易员也开始慢慢的回过神来开始呢多头情绪会变化。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波下跌其实到目前为止一次都没有，
有一次呢差一点点差一点点盘中到了，但最后还是收下来，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出现。但是如果下跌中出现，比如说这一个位置暴跌出现了，是吧？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这一波单边下跌出现了，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连续出现，亦或者是这里下跌，是吧？这种下跌当中有出现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吗？是不是都没有出现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直到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连续的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是不是开始变强势，是吧？好，当然下跌当中不一定不出现，或者它出现之后不一定就一定能上涨。你看下跌时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但第二天冲高回落，是吧？多头不太持续。你看这个收盘价比昨天最高吧，但是第二天负阴线，那你没办法，是吧？都走得这么强了还没人跟，是吧？它出现这种 K 线就是多头很强了，有一批人冲进去了，有人冲进去了，但第二天呢没人跟就麻烦了第二天没人跟那就没办法了确实那就把昨天的活埋了你看这个位置是不是第二天立马就走出弱势了？但如果你会发现的是，今天的收盘比昨天高，是吧？出现了一次，这里又出现了一次，这里又出现了一次，你要有人跟会更好。如果出现一次之后第二天还是下来了，那就说明多头确实是太弱了但整体来讲你会发现还可以吧，出现之后这些位置出现之后还是 OK 的，它呢是一个很明确的止跌信号，就是看后面有没有持续性像这种下跌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有持续性这一天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整体呢有一个冲高像这一波单边下跌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是不是整体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整体呢后续还是有持续上涨的。所以这一波下跌，我们说当时讲到的最为保守的一个策略就是等一根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好，那么这是负线，所以 K 线呢就是它表面强，它虽然不一定是真的强，但是它有可能会让别人跟它，是吧？有可能让别人跟它虽然不一定是真的但有可能让别人跟你有可能让别人信你像如果你是玩过扑克的，是吧？你玩过这个德州的就有时候就很有意思，是吧？我看了一下，这牌面很小，但是呢，你可能就说哈了别人就信你了觉得你很大那么就一个一个的会跟下去那其实呢，有时候你的牌很小，但你也赢了，所以这就是这样的。就这一根阴线产生，它真的会跌吗？不知道，但是很多人呢会信，很多人可能会跟你去看空后面的市场。一根大阳线产生之后你不知道这个大阳线是真的假的，后面是不是真能上涨，但是它很有可能会让别人去跟你就多头慢慢的就跟上来了。好，那么负线也是如此好，负线产生之后，我们一般就看第二天，第二天呢为一个关键的参考。如果第二天的高点能够被突破，就说明昨天的或者说明之前的负线是假的概率更大一点，就它糊领的概率会更大一点。但如果它变成了一个压力不能突破，那么就风险更大一些，就大概率呢是真的。好，那么像这一个负线后的 X 是吧？它后面整体呢是震荡，所以参考价值不大，但后面呢还是有突破。像这一个负线后，为什么股价还能上涨？第二天的 X 直接快速的被强势的阳线突破，是吧？它不只呢是突破，它今天收盘也是比昨天最高要高，快速的突破。所以这里呢就我们反应过来，它不是一个真的，所以价格整体再次的推高所以你会看到负线之后的 X 只要能被突破，大概率是机会不能说100%，但大几率吧。这个负线是假的。好，这个负线产生了，高点没能突破，所以呢高点的概率会高一点。像后续你所看到的这个负线后呢是震荡整体呢没跌破也没突破，但是大部分呢还是有上涨的。好，这个位置的负线产生之后是不是突破呀？整体是突破的，所以价格机会。这个负线后突破又涨了一小段，这里的负线呢 X 高点突破，是不是也有一个机会？这里的负线 X 在这里，
就是它的后一天为 X， 好，突破是不是机会？好，这里呢负线产生之后 X 在这里突破，是不是也是个低点啊？这里负线在这里 X 呢是它突破之后，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更高的高点，有一个价格的向上波动？好，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一根负线，是不是它也是负线？好，负线之后 X 是它，你会发现是不是刚好是关键 K 线，是我们刚才讲170天均线时的关键 K 线，所以这个位置它的高点和低点也一样重要。在负线的角度，它也是去验证后面的这一波下跌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当前在负线之后呢，价格是有止跌，但是还没有突破，所以按照负线的买点，应该是把这一个价位这个高点突破为一次的买点，它刚好和170天线呢是共振了，和那个买点，明白吗？这是负线我们所说的乌云盖顶，价格呢有更高的高点，比昨天的 K 线更高，然后收盘是覆盖的啊，这是第一个我们所讲的，没问题了，回复个1。就是负线啊，我们所说的这个乌云盖顶怎么去看？第一个肯定是风险，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强烈的空方的信号，盘中有诱多，所以你要小心后续呢是会有一个继续的下跌，特别是在上涨途中你有所短线盈利的时候。那第二点就是怎么去判断它大概率是向下还是向上，什么情况下它可能是唬你的啊？感谢月亮。感谢月亮的贴纸，是吧？这市场呢和德州还不太一样，德州呢它唬不唬你，你可能得要跟他一起说哈才知道哈这个市场当中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就你不要着急去做这个决策，出现负线你就先离场，你先离场，而后负线之后呢，股价的上涨，它突破，我们就认为这个负线是假的。是假的，如果它不突破，那就要小心。那么这里呢，就还是一个风险区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防守阴了。防守阴的含义它的形成的逻辑和乌云盖顶不太一样乌云盖顶的话呢，就是盘中有诱多的嫌疑，但是防守阴呢，就是很彻底的，就是下跌，就很彻底的，今天就是下跌。所以防守阴它的这种恐吓性会更加明显，它不像这个乌云盖顶还有一波上涨。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些防守阴，那防守阴的话，它的买点和负线不一样，负线的话是等一天的 X， 那防守阴呢，我们需要更加小心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像防守阴，因为它是直接的下跌，那和负线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防守阴因为它是直接的下跌，所以空方呢会在上涨当中，它会出现一个直接的宣泄，就直接的一个释放，它的一个下跌会比较狠，所以这种下跌比较狠的情况，在多头还保持强势的情况下，它一般是不好持续的。所以防守阴我们有一个看法，就是防守阴之后大概率是有反弹，就反手阴后反弹的几率它是比较高的。但大家看一下，这一天是防守阴吧？大家学了之后可以自己去观察这一天是防守阴吧？昨天是上涨嘛，虽然昨天是下跌阳线，但它是阳线好，是不是这一天继续的低开低走？所以它是一个空方很明显的打压。但如果它还是一个多方强势的市场，一般反手阴容易引发短线的空方衰竭所以它第二天出现了长长下影线，然后出现上行。好，我们先说一下，你看一下先，是吧？防守阴产生之后，是不是容易有反弹？就我们先不要说它是反转还是反弹，就它容易有反弹，因为短线出现防守阴呢，空方的力量是容易被消耗的，是吧？防守阴之后呢，容易有股价的反向的运行，不管强弱，它容易有反弹。好像这里是吧？防守阴之后反弹了2天，防守阴之后反弹2天，防守阴之后是不是出现反弹？包括这些防守阴反弹，反手阴反弹，反手阴反弹。再往后看，你看一下有哪次防守阴是没有反弹的？
反手阴反弹，反手阴反弹，反手阴是吧？反弹，反手阴啊，这里没有反弹，还惯性下跌了，又出一个反手阴啊，才反弹。这里的反手阴呢没反弹，第二天呢是一个下影线，但是没反弹起来啊，稍微弹了一下啊，股价呢继续下跌。好，这个反手阴之后，第二天低开高走是挨压嘛，好，价格呢开始反弹。好，这里呢防守阴，价格开始反弹，所以防守阴线呢出现之后，反弹的概率短线上是极高的，是极高的。所以你看到现在呢是一根 K 线，昨天是上涨，昨天算大涨吧。知道防守阴最好的模型是怎么样的？就它先有一天大涨，就明显的强势的阳线出来是最好的。就防守阴最好就是昨天是大涨啊，然后今天再大跌，这是最好的。就先大涨然后大跌的防守阴是最好的，它会有一个更加极度的现象形成。像这一天，像这里的防守阴就比较不错，因为昨天确实有一个明显的这波下跌以来首次相对明显的上涨，它是2天的上涨，第二天的实体在放大，然后反过来第二天直接低开低走啊，虽然盘中有上冲，但整体还是下跌的，而且下跌当时还是比较恐慌的，所以这个防守阴的效果还是 OK 的。好，所以反弹的概率就比较大，所以是不是再次下跌开始空方就衰竭了，当天收出长下影线啊？这是我们之前讲防守阴时就讲过的，不是说阿哲你是不是又看图说话？阿哲呢一开始讲防守阴最早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地方，是在2024年的10月份啊，在这附近讲的防守阴。找一下2024年的10月份，看一下找不找得到。10月几号啊？10月的10月的1号，国庆的时候啊，那可能没有了啊。国庆那会好像没有啊，最早的是在这里啊，但后面应该也有讲防守阴线啊，能够去找的话应该找得到直播，因为后面基本上这个防守阴吧，最后一次讲防守阴在这里，最后一次讲防守阴应该是2024年11月27号附近的直播讲到了防守阴啊，而后震荡行情就没有讲了。震荡行情呢，因为负阴线出现的更加的标准，所以阿哲呢就没有讲防守阴。好。所以防守阴之后会反弹，这个观点呢是阿哲之前上一年就讲过的，所以目前来讲，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本周呢周初反弹的概率比较大。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反弹归反弹，后面怎么样更容易反转？所以我们需要去看一下这些股价的一个走势。我们知道防守阴之后产生反弹的概率会比较大，那另外一点就是防守阴当天的。就是那根阴线，防守阴当天的高点，就低开低走这一天的高点，我们知道它会反弹，那么力度怎么去看？就看防守阴当天的阴线的高点能不能被快速的突破，最好是3天内突破，3天内突破是最强的，反弹力度是最强的。如果隔天直接突破，那就最好，隔天直接突破或3天内突破都属于防守阴的买点啊，都属于防守阴的买点。包括这里，这个肯定就不是了，它呢隔太久了，所以这里最好就不要买这个位置。像这个地方防守阴之后，高点第4天突破，而且有强阳，还可以吧，略微超过了3天，但还行啊，突破这种就可以。像前面这里呢，实在是盘整的太久了啊，盘整太久了。好像这个位置防守阴高点是不是快速的第2天被突破啊？所以还能看涨。这里防守阴股价是反弹。但是呢，阴线的高点没能突破，所以这里不行。我们再往后看，像这一个防守阴反弹是反弹了，高点是不是没有突破啊？这里防守阴高点更加不可能突破了。这里防守阴高点是不是3天突破？这个位置突破的啊，包括防守阴出现，这里呢3天没突破，比较弱，但这一个防守阴呢第2天突破，是不是比较强啊？所以这一天呢是可以作为买点。这个防守阴出现了。高点突破啊，但是呢，这个算失败吧，失败了。突破之后，我们的买进，买了之后，股价下跌，跌破这一个防守阴的高点啊，要止损。因为如果是真的反转，那防守阴突破之后呢，跌下来是不对的啊，它不应该跌回来，它应该保持向上的运行。所以这里比呢要止损。
好，这里呢是防守阴，第二天直接突破，所以这一天呢是买点。好，这里呢又是防守阴，是吧？好，高点突破，所以这一天是买点。这是防守阴，高点没有突破啊，而且隔太久了。这一天是防守阴，这里突破，这也是买点啊。这一天是防守阴，高点呢没突破啊。这一天呢是防守阴，高点呢3天突破，是吧？1天、2天、3天突破，所以这一天是买点。这里是防守阴，高点突破2天，所以这一天是买点。好，所以目前我们就看到这一天。当前我们知道防守阴产生，所以看反弹啊，而后反弹还是能够反转呢？看一下防守阴 K 线的高点，如果这一天的高点能够被突破啊，最好是实体阳线突破，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买点，而这个买点它的防守位短线上是以防守阴的高点作为防守的啊。现在对于防守阴的反弹还是反转啊，以及它的买点和止损，明白了吗？明白的啊，可以回复个 OK 啊，回复个 OK， 这是防守阴的点位。港股啊，有同学刚刚说到港股的防守阴，看一下是不是啊？看一下有没有一学就看错了。好，看到这里，现在呢是恒生科技啊，我们看恒生指数啊，恒生指数好，目前看到这里，刚才有同学说它是防守阴，是吗？是的。啊，是的，回复个 Y， 不是回复 No。突破当天收盘就盘，接近收盘，就你已经确定了收盘会收在这之上，可以作为买点，是还是不是？这是恒生指数，是反手阴吗？现在是吗？我们这位同学有没有看错？没错吧？是啊，它是。来看一下恒生指数的反手阴。恒生指数有几次反手阴？看一下阿哲呢，这个也做出来这个一个信号啊。哎，这个好，来看一下最近的防守阴，这里是防守阴是没错的，因为价格昨天上涨嘛，今天是低开低走，所以它是防守阴。大家看收盘啊，收盘得收在这之下。所以防整后阴之后呢，我们说高点要突破才行，才作为买点。好，防守阴之前这里也有，这是恒生指数啊，防守阴当时这里也是吧？股价收盘，它是低开低走，收盘大家注意了，防守阴的价格收盘是收在哪里？收在昨天阳线最低点之下，这样才足够的恐慌。它呢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强阳反过来的。我们说防守阳线是什么？今天收盘在昨天的下跌的最高点之上。啊，这是一个强阳线，是吧？昨天下跌的，而后收盘高于昨天的最高，所以它是一个防守阳嘛。啊，有同学说防守阳，但是我没有讲过。可以啊，港股可以啊，然后这一天是不是防守阴线？防守阴线高点突破是吧？后面也没有跌回来，是不是后面又持续能够有一波涨幅？啊，是防守阴之后突破嘛？第二天突破，看下前面这里。这一天是防守阴吧，价格低开低走，收盘在昨天阳线最低之下，啊，防守阴，高点没能突破，这个防守阴高点也没突破，啊，但是你会发现防守阴之后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这一天是防守阴吧，价格收盘在昨天最低价之下，啊，低开低走，收盘在昨天最低价之下，啊，好，是不是第二天突破？所以这是不是防守阴？它当时也是防守阴，好像这个高位。价格我们说防守阴还是要跑啊，还是空方的信号。防守阴之后是不是有反弹？有反弹，但是高点不能突破，这都是反弹。好，那像前面这些啊，都是港股的防守阴，是吧？收盘在昨天最低价之下，昨天涨得好好的大涨啊，今天的防守阴啊，高点呢没能突破。好，这一天防守阴，高点呢突破不算有效吧，略微突破而已，没有完全站上去啊，所以呢这里也是下跌。好。而后防守阴这一天，突破了，这一天突破了，那突破之后呢，失败了，买进之后失败，这一天止损，大家注意这一天止损啊，你一定要有止损啊，你不要说买进之后就我就看涨，好我就等它涨啊，不是的，这一天止损，跌破就止损。好，那这一天是不是又是防守阴啊？那么防守阴高点是不是没突破啊？没突破就不要买。好，下跌跌到这里，所以这一天也是防守阴，昨天上涨，今天收盘价在昨天最低价之下。低开收盘
在昨天最低之下就是防守阴。好，它不一定就一定是阴线，就是它会低开，它是低开，而后收盘在昨天最低价之下就是防守阴啊，但有时候它可能是阳线。好，所以这一天的高点要被突破，是吧？所以股价呢，你就看一下嘛，什么时候啊？当然这种情况下跟防守阴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它可以让你知道这是买点啊，这是买点啊。当时呢是因为回踩到170天均线，它本身就属于一个低位，就本来就属于中长线的低位啊，然后刚好在这里有个防守阴。好，我们说的是，你不要说阿哲防守阴买了之后都能这么涨吗？那都不是，关键是位置，关键是位置。就位置找对之后呢，你说我已经找到一个牛市的低位了，好，这个时候出现任何的买点都是 OK 的啊，所以当时这里出现了防守阴，刚好又在170天附近，就比较好啊。好，所以目前呢看到这里，好，那这个位置防守阴的位置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觉得好的回复一个6，不好的回复个7。当前所出的防守阴是好还是不好？是不是不算好？是不是不算好？因为它是一个远离了170天了，我们是中长期来讲，它不是一个低位。之前港股拉了一波高位出现防守阴，而后是不是回到170天线附近有一个强阳产生，而后上涨？它是不是走了2波？第一波在170回来170，现在又远离170，是不是要随时小心啊？在这种位置小心它会回归170啊。它虽然不一定会回归170啊，但是你要知道，它相对170来讲，乖离有点大了，乖离有点大了。所以你说阿哲这里好吗？不太好啊，位置太高了。但你说突破能买吗？也可以啊，因为它是个短线的买点啊，短线买点啊，中长线的位置有点高，但是短线买点呢还是可以买的，只是位置上肯定的风险会比低位的高很多啊。这是我们说的港股啊，一样的用法是一样的，和在美股当中。好，那么今天我们讲了精确低点哈，这个呢算是其中一种吧。精确低点出现之后呢，容易有反弹，但是一定要把山羊小顶给破了，那要小心了港股。然后你也要把阿哲虽然平时讲的是美股，但是这个方法因为大多是 K 线方面的啊，或者指标方面的，其实它就是一种股价运动的规律。啊，这个规律虽然不是说100%所有市场都可以用，但是正常来讲，股市是没有问题的。附线和防守阴有什么区别啊？白讲了，前面白讲了。啊，附线呢是有冲高啊，附线有冲高啊，而且附线呢不一定比昨天最低点低啊，附线只是覆盖阳线一半就行了啊。防守阴线的话呢，就是它是直接低开低走，就低开收盘比昨天最低点低。啊，防守阴它是没有诱多，它是单边下跌，它是纯粹的空方的打压，空方的打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作业啊，刚才我们有同学也看到了，今天的作业呢是标记一下个股最近的防守阴，当然你可以任意标，如果相对更好一点，你可以标一下这个趋势。就趋势良好的防守阴会更好一点啊，就趋势低位的防守阴好一点。好，这是作业，作业收到了吗？昨天170天均线的作业呢会比较简单，那么这个防守阴的作业呢，就看大家刚才有没有掌握这个点位了。如果找到防守阴，看一下有没有买点，有买点标记一下啊。作业收到的啊，回复一个 Y， 回复个 Y。苹果跌6个点嘛，苹果如果跌6个点的话，那今天的指数可能就得开空单了啊，那大概率呢可能就得跌破2号 K 线了。啊，苹果如果跌6个点，那真的是要往空方去做了啊，这个位置啊，那苹果要是跌6个点，那就肯定是会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没问题是吧？好，那记得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要写作业，每次直播的内容，有同学说就阿哲你教一个我学啊，我还能够记得住，我教2个
勉强教3个开始记不住了像阿哲之前在内部课我们讲过这个9阴真经是吧？9种阴线，那你怎么办？那你每次不能说实战的时候我就拿着这一个拿这个